结婚当天，我被未婚夫的白月光剃了光头。姐姐喝点水吧，婚礼等会儿就开始了。我等了5年的婚礼，一朝尽毁。依依，竟然是你做的好事！婉婉，你的头发，现在什么时候了？林景深还等着我结婚呢。婉婉，林景深已经和柳依依在举行仪式了。什么？现在新郎可以亲吻新娘。林景深！天哪，那是新娘吗？怎么成了光头？她要是新娘，对啊，那台上的人谁？姐姐，你来了。叶青婉，你疯了！我疯？你知不知道他趁我睡着剪了我的头发？那么生气干什么？你喝的那杯水是我给的，头发也是我剃的。你说什么？他前些日子做完手术，头发都剃光了，怕今天当伴娘模样不好看，我就先拿你的给他做顶假发应急，没什么大不了的。没什么大不了，那可是我的头发！叶青婉，听话别闹，今天可是我们结婚的大好日子，你别在这捣乱，赶紧随便找个位置坐下。我们2个结婚，你却让他上台，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你和他结婚呢。姐姐，你别怪景深，他也是为了你好，他怕你没头发上台难看，被人笑话，才让我先替你走个过场。剪了我的头发还替我上台，柳依依，你可真是打了一手好算盘。行了，叶青婉，大喜的日子闹什么？算我求你了，不要让我下不来台好吗？好，我不为难你，这婚我不结了。叶青婉，你发什么疯？今天是我们的婚礼，你当初闹这一出，让我把面子往哪放？景深，我早就说了，这女人根本靠不住。当初我死活拦着你，不让你跟她结婚，你偏偏不听。现在好了，让人看笑话了吧？阿姨，您别这么说姐姐。叶青婉，你也不掂量掂量自己几斤几两，没学历，没本事，没有稳定工作，要不是运气好傍上了我儿子，你这辈子哪有机会参加这种豪门宴席？你倒好，还有脸提离婚？你有什么资格提离婚？外面所有人都以为是我高攀了林家，实际上，要是没有我的暗中支持，他的总经理之位早就没了。大小姐，那份天启湾的项目书我已经按您的吩咐匿名交给林总了。好，可是这项目足足价值80亿，您真的不需要他知道吗？没关系，这个项目本就是留给他稳住局面用的。林景深不是林总的亲生儿子，林家不少人都盯着他的位置，要是没了这个项目兜底，不出半年他就会被拉下来。好吧，只希望林景深不要辜负了大小姐您这份心意。对了，小雅，你帮我查一下林景深这次出差的酒店，我想给他一个惊喜。没问题。景深，明天陪我出去吃个饭吧。不去。景深，叶青婉，我警告过你多少次了，不要碰我，我有洁癖，你到底能不能记住？看看你浑身油烟的样子，脏死了。你就这么讨厌我吗？连碰我一下都这么恶心？我们都交往5年了，难道你要一直这样吗？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已经在找医生治疗了，你还想怎样？你就非要逼我吗？没有，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想3天后你陪我去舶来餐厅吃饭。我们恋爱5周年了，我想纪念一下。又是纪念日，你能不能别整天就惦记这些无聊的事儿？一个纪念日而已，有什么好过的？陪我一起吃个饭就这么的困难吗？你别闹了行不行？我明天去外地出差，哪有空和你吃饭？这几天你别给我打电话，我要见的客户很重要，不要打扰我。大小姐，查到林景深出差这几天都住在林氏的天星酒店。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您好，我找林景深，我是他妻子。今天是我们5周年纪念日，我想给他一个惊喜。林先生现在在1楼的西餐厅用餐。好，谢谢。林景深，原来你不是有洁癖，只是嫌弃我罢了。叶青婉，你听见我说的没有？阿姨，你别这么说，姐姐没了头发已经够难受的了。景深，要不还是让姐姐举行仪式吧，这么多亲戚都在，把事情闹大也不好。叶青婉，我让依依替你有什么问题？你看看自己这个样子，难道要让集团所有人知道我林景深娶了个光头吗？
这就是你培养出来代替我的继承人。我告诉你，今天这婚你爱结结不结就滚！乖孙女儿，你爸妈去得早，爷爷没别的心愿，就盼着你能成家，我就放心了。算了，爷爷年纪大了，来城里一趟也不容易，我还是忍忍，等婚礼结束再说吧。好，这婚我结。早这样不就好了？依依都让步了，你还想怎么样呢？依依，你先下去吧，我和叶清婉的婚礼继续。好，叶清婉，你等着，我不会放过你。现在新郎可以亲吻新娘。我的天，干主持这么多年，还从来没遇见这种事儿。叶清婉，新婚快乐！叶清婉，新婚快乐！柳依依，你干什么？嫂子，大喜的日子开心点嘛！你们够了！好了好了，差不多行了，别闹过头。这也太过分了，哪有这么闹婚礼的？说的就是好好的新娘被弄成这样，又是光头又是彩色婚纱，这下叶清婉可算是在集团出了名了。嫂子，你别生气，我就是想着给你们婚礼添点热闹而已。大家说热不热闹？热闹！祝你们新婚快乐！婉婉，你别生气，他们就是玩一下，没有恶意。林景深，从凌晨4点到7点，我花了3个小时做的妆造，提前1年定制的婚纱，还有我一辈子仅此一次的婚礼，全都毁了。现在你给我说没有恶意？哎呀，嫂子别这么生气，大喜的日子和气最重要。依依说的对，都说了他们只是开个玩笑，这大喜的日子你能不能懂点事儿？事情都已经发生了，你现在揪着不放有什么意义？叶清婉，你闹够了没有？人家都道歉了，你还想怎么样？林景深，我的孙女儿啊！我可算见到你了，我的孙女儿啊！我可算见到你了。我的天，从哪儿钻出来的要饭的？那老太婆刚刚叫孙女儿，该不会是新娘的亲戚吧？哎，你们谁呀？穿这么寒酸，是来砸场子的吧？我们这儿不讨饭啊！爷爷奶奶，你们怎么来了？不会吧，叶清婉，他们俩还真是你亲戚啊？都说龙生龙，凤生凤，有这样的亲人，难怪你也这么上不得台面。伯母，你别这么说，人家大老远赶来也不容易，就是这身打扮确实跟咱们这个场子不太搭。叶清婉，你爷爷奶奶怎么穿成这样就来参加婚礼？我亲朋好友都在下面看着呢，你让我脸往哪儿搁？这就是新娘家亲戚啊！难怪新娘在台上被欺负成那样，原来全家都是这副唯唯诺诺的德行。路上有点堵车，来晚了，礼物我给你放外面了。乖乖，你的头发怎么……奶奶，这个我过会儿再向你解释。堵车？怕是骑的3轮车吧？老爷子要来也不早说一声，我让人派车去接你，也省得你这么辛苦。来都来了，坐下喝杯水酒就行了。礼物什么的就算了，省得大家看了不好下台。行，你们可别后悔。老爷子，你是没睡醒吧？我们有什么好后悔的？就凭你这身穿戴，估计拿来的也是些萝卜白菜。老爷子，你们可别指望跟着叶清婉傍上林金生过好日子，他这些年可是一直靠林金生养着的，没本事没学历，只会在家洗衣做饭。伯母，你这么说是不是不太好？总得给嫂子留点面子吧。他们平时就是这么欺负你的。老爷子，您说这话可就不地道了。叶清婉跟着林景深白吃白喝5年，林景深没赶她走，还愿意和她结婚，已经是仁至义尽了。您倒好，一来就砸场子，还反咬一口说我们欺负她。就是啊，到底谁欺负谁，大家心里都有数。够了！吼什么吼？我说错了吗？自己没本事也就算了，还把亲戚一起带来蹭吃蹭喝，你还要不要脸？就是伯母说几句实话，你至于这么激动吗？嫂子，您这5年不都忍过来了吗？怎么老爷子一来您就受不了了？该不会是有人撑腰，脾气见长了吧？叶清婉，长辈随口说2句而已，你还敢当众顶撞？再说了，他们说的也都是事实。事实？有他们这样侮辱人的吗？你在婚礼上跟柳依依暧昧不清，为了她剪了我的头发，让她替我和你举行仪式，我忍了。你们骂我，我也忍了。但是你们不能这么对我家人！董事长，大小姐，事实？有他们这样侮辱人的吗？你在婚礼上跟柳依依暧昧不清，为了她剪了我的头发，让她替我和你举行仪式，我忍了。你们骂我，我也忍了。但是你们不能这么对我家人！
那是你家里的长辈，不是我家的长辈，和我没关系。再说了，我们之间的付出一直没算清楚，你怎么好意思跟我提脸面的？你有吗？今天我就把话撂在这儿，我今天和你走到这一步已经够闹心的了。哼，你别想把我这里当成什么依靠，把你家里的长辈也接过来，不然咱们这婚就别结了。好，嫂子，你听清林景深说什么了吗？他是要跟你离婚。你还好，你离了林景深，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谁不知道你这5年全靠他养着？我听得一清二楚。那你还敢答应？为什么不敢？像他这种在婚礼上和别的女人眉来眼去，又纵容你们羞辱长辈、是非不分的人，我不分手，还留着过年吧。我是非不分，叶清婉，我林景深肯娶你是你的福气，你居然还敢倒打一耙！好，既然你这么有种，那今天这个婚你也别结了。我看过几天你身无分文流落街头的时候，会不会跪着回来求我？好啊，我倒要看看，到时候下跪的到底是谁。董事长，大小姐，原本今天是我孙女的婚礼，但现在婚礼既然不办了，礼当然也就不用送了。你们把这些欺负她的垃圾全都赶出去吧。是。董事长有令，大家请吧，别让我们动手。叶清婉，你究竟是什么人？这些保镖是你安排的？你到底在玩什么把戏？这不可能！他一个农村来的，怎么可能请得起这种排场的保镖？这肯定是租来的。景深，你别信他。睁大你们的眼睛看清楚，叶清婉小姐，也就是你们口中那个上不得台面的未婚妻，是我们欢宇集团的副总裁。欢宇集团，那个横跨金融、地产、科技的巨鳄。我的天，那他刚刚还心甘情愿在台上受委屈，还能为什么？恋爱脑呗。婉婉，原来是这样，你怎么不早说？如果早知道你的身份，我也不会误会爷爷了。婉婉，趁着婚礼还没结束，我们快把仪式完成吧。你之前不是和我说过，爷爷最大的愿望就是看你结婚吗？完成仪式。林景深，你刚才不是说娶我这个光头丢人吗？不是说要把我和我爷爷奶奶赶出去吗？婉婉，那是我一时糊涂，我错了，我真的错了。你看在我们5年的情分上，原谅我一次好不好？好，原谅你。晚了，从你和柳依依剪掉我头发的那一刻，我们就再也回不去。今天这婚我不结了。不行，婉婉，你别忘了，这个婚约可是你父母和我爸签订的，就这么随意毁约，外界会怎么看郝宇，怎么看爷爷？林景深，你别忘了，我爸妈当初定下婚约，只是说要我嫁进林家，可没说嫁谁。我叶清婉今天不嫁你，还可以嫁给你爸。叶清婉，你是不是疯了？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他说嫁给谁？林总，可是林景深他爸呀。儿子拒婚就嫁老子，这事儿我可是第一次见。林景深，你别生气，嫂子可能只是一时受不了打击，口不择言。你们着什么急？我还没说完呢。我刚刚的意思是，我还可以嫁给你爸的另一个儿子林彦洲。这怎么行？这怎么不行？当初两家的婚约只说结亲，又没写名字。林彦洲也是林家的子孙，这有什么问题吗？跟我来。婉婉，婉婉！叶小姐，你比我想象中聪明，但聪明人应该知道，有些人是不能招惹的。在给我下定义之前，您可以先听听我的筹码。3个月前，林景深已经开始私下接触集团，签了一份秘密协议，还和柳依依家帮他拿到集团控制权。他承诺和柳依依结婚后，将3个核心项目交给柳家。和柳依依结婚？可今天和他结婚的不是你吗？我也是昨天才知道，他当初之所以接近我，不过就是为了讨你父亲的欢心而已。他知道林总一直挂念着你母亲生前定下的婚约，发现他的真面目后，我本想今天婚礼结束后就直接和他分开，只是没想到。我妈在的时候到处拈花惹草，现在人没了，倒办起深情来了。我知道林景深不是你爸的亲生儿子，而是你已故大伯的遗孤，但看现在他对林景深的重视程度，你的继承人位置好像有点岌岌可危啊。你什么意思？我想和你合作，你帮我打垮林景深，我帮你坐上林氏集团的总裁之意。为什么？环宇集团的大小姐想要给林氏使点绊子，收拾一个小小的总经理，还是很轻松的吧？我爸妈生前和你母亲是好朋友，林氏集团是他留下的心血，如非必要，我不想破坏它。那你今天说要嫁给我是？我这也是不想太丢人嘛，而且婚约也有助于稳固我们的同盟。不过你放心，等事情解决了，我立刻澄清和你解除婚约。成交。合作愉快。婉婉，你和我哥都说了些什么？你马上就会知道了。不好意思让诸位久等了，只不过原定林景深和叶清婉的结婚典礼改成我与叶清婉的订婚仪式。
哥，你是不是疯了？婉婉是我女朋友，放开我！放开我！锦生哥哥！叶清婉，你怎么敢？景深，你别生气，叶清婉就是破罐子破摔，故意让你吃醋呢。她以为嫁给你哥就能压你一头，殊不知集团现在的掌权人其实是你。你说的也对，就算她真的嫁给大哥又能怎样？没有父亲的宠爱，她算个什么东西？迟早有一天，我会把他们两个都收拾。我的傻孙女，今天真是受天大委屈了。奶奶，我没事儿的，一点都不委屈，都怪我自己识人不清，错付了5年真心。哼，林深那小子欺人太甚，这件事儿我绝不会轻易放过他。爷爷您别插手，这笔账我要亲手去算，欠我的我都要亲自讨回来。也好，让那小知道知道，叶家的大小姐不少惹的。婉婉，你今天在婚礼上怎么燕州订婚了？之前我只是让你去见见她，你都死活不肯，怎么今天？爷爷，那不一样。以前我不愿意，是因为我不想靠着联姻绑住自己，更不想靠婚姻去经营黄宇的事业。但今天林景深拿婚约说事儿，想压咱们一头。我若是直接悔婚，外人只会说我叶清婉善变、无理取闹，甚至会影响郝宇的声誉。我宣布和林建州订婚，第一是为了堵住林景深的嘴，第二也是因为林氏集团是伯母生前的心血，与其让他毁在林景深和柳依依那种人手里，不如借个机会和林州联手保住林氏，也让环宇和林氏达成更深度的合作，这才是真正的双赢。傻丫头，你以为这些爷爷看不透吗？你之所以着急和林景深结婚，处处忍让受气，都是为了我这个快入土的老头子啊！哪怕委屈自己，也要顺着爷爷的心意。可婉婉啊，比起所谓的成家，爷爷更想看到的是我的乖孙女开开心心的活着，哪怕你不嫁假，爷爷养你一辈子都行。爷爷，我对不起您，也对不起爸妈，妈，我给你丢人了。不哭，不哭了，婉婉，没事了，都过去了。爷爷在呢，爷爷给你做主。爷爷，我想清楚了，以前我满心满眼都是林真深，围着他的生活打转，荒废了自己的人生。现在我彻底清醒了，我想回黄宇，撑起属于我们叶家的产业，替您分忧。你能想通，愿意踏实搞事业，爷爷全力支持你。只是你消失5年，公司不少高层和老员工都不清楚你的能力，我怕你突然回去做副总裁的位置，压不住这些老油条。爷爷说的对，我需要一个机会证明自己。你这老头子有什么主意就快说啊！爷爷有办法。锦兰服饰一直是我们环宇的短板，上个月他们报了一个新系列，想在夏季度发布会前拿出来撑场面，结果一帮人折腾了2个月，交上来的拿出去都嫌丢人。爷爷的意思是，现在距离发布会还有2个月，你要是能把这个项目接下来，我就有理由让你名正言顺地坐回副总裁的位置。到时候谁再说闲话，你拿成绩堵他们的嘴。好，我做。婉婉，有志气是好事儿，但锦兰那边的人可不好带，个个都是老资历，你一个5年没进过公司的人通将去管他们的设计，怕是有人会当面给你难堪。爷爷，我忍了5年，什么难堪没见过，他们再难缠，能比婚礼上那帮人难缠吗？行，那我明天让秘书把任命发下去，由你暂任锦兰服饰事业部设计总监，全权负责国风新韵系列开发。谢谢爷爷。国风新韵，国风，什么才算国风？市面上那些绣个花、印个龙就敢叫国风的衣服太多了。我要做的不能只是好看，还要有根。才5年没有碰过设计，没想到现在的我不仅手生了，就连心也乱了。爷爷奶奶，你们怎么来了？你奶奶要来给你送个东西。这是旗袍？没错，这是我18岁和你爷爷一起离开王家村那年，我娘亲手给我织的。我原本想今天婚礼上送给你当嫁妆，没想到没送出去。王家村？没错，你奶奶姓王，本名叫王秀兰，王家村双经双纬织法的最后一位传人。她10几岁就单独上机，织出来的布，整个县城都来抢。后来她嫁过来，这门手艺就慢慢没人学了。这事我怎么从来没听奶奶提起过？她不提，是因为她觉得愧疚。原本她娘是把她当继承人培养的，谁料奶奶却为了我离开了那里。爸，我小时候穿的那件旗袍，能不能留给婉婉？以后等她懂事了，让她知道她外婆是个了不起的织娘。爷爷奶奶，你们放心，
我一定会让这门手艺传承下去。奶奶相信你。明天晚上8点，林家晚宴需要未婚妻的出席。来了。放轻松，今天来的人不多，主要是父亲那边的几位老友，你只需要站在我旁边笑一笑就行。哎，那不是林景深之前的未婚妻吗？怎么跟林彦洲一起进来了？你不知道，婚礼上当场改嫁，嫁给林彦洲了。现在她是林彦洲的未婚妻。穿着倒是人模人样的，可那光头是真显眼。谁说不是呢？这个样子就敢来林家晚宴，也不怕丢人。你还不知道啊，人家可是晃宇集团的大小姐，别说今天这种地方了，就算是再豪华的她也去得到。别在意。没在意，只是没想到你们林氏集团的大佬们竟然也这么八卦。景深哥哥真是太不好意思了，还要让你帮我换鞋子，你可千万别嫌弃。说什么傻话，今天你本来就是陪我参加宴会才磨伤的脚，我帮你买双新鞋换上不是应该的吗？你还记得吗？上大学那会儿，有一次我崴了脚，你也是这么背着我从操场走到医务室。怎么不记得？那次你疼得直掉眼泪，我当时就在想，以后可不能让你再受伤了。叶清婉，你怎么在这里？林总经理，你还真是喜欢给人穿鞋子啊。你别误会，我这是因为……婉婉姐，你可千万别介意，金生哥哥是看我脚太痛了，所以才帮我换鞋子的。去年我下楼梯的时候不小心崴到脚，你连搭把手都不愿意，原来现在也会心疼别人吗？你能不能别乱吃醋？柳依依她今天跟我转了一圈，脚都破了，鞋子又磨脚，我帮她换一下鞋怎么了？哦，单膝跪地，林景深，你的洁癖呢？嫂子，你别误会，我没别的意思。如果景深真的爱你，连碰都不愿意碰你呢。既然如此，那边的那位清洁阿姨，还有门口那位打扫大爷，他们从早忙到晚，比柳依依累多了吧？那你去把他们的鞋也换了。你在开什么玩笑？叶清婉，我看你是疯了！怎么，不愿意？你刚才不也跪着给柳依依换鞋了吗？那不一样，柳依依是什么？是你的青梅竹马，还是你真正的心上人？林景深，找人就找人，别给自己弄这些冠冕堂皇的借口。嫂子，你怎么能这样？你在家当了5年的全职太太，吃穿用度都全靠景深哥哥。哎，现在你别叫我嫂子，我们2个早就光换鞋子，传出去他还怎么做人？按理来说，你们2个现在应该叫我嫂子。小叔子，既然你那么善良，那帮忙这些阿姨和大爷换鞋也很正常吧？还是说你看不起他们？我说了，我帮柳依依换鞋是因为她太累了。那就对了，阿姨和大爷也很累啊，就等着小叔子你帮他们换鞋子呢。好，我换。嫂子，我是女孩子，还穿着高跟鞋。我说了，别叫我嫂子。你不方便，那就只能让你的景深哥哥去了。叶清婉，柳依依是我的人，你凭什么让她换鞋？他要是不换，你就得换，否则今天你们2个都别想走。我有这个权利吗？长嫂如母，你当然有这个权利管教他们。而且老头子现在刚好不在，没有人拦你，你可以尽情发挥。服务员，麻烦把门锁上。愣着干什么？自己脱！快拍啊！林氏集团总经理给清洁工换鞋，绝对是头条。先生，您这是干什么？使不得，使不得！我说了，要你帮他换。小叔子，你怎么能让大爷自己脱鞋子？哎呦，先生，您别碰，我这脚干了1天活，出了好多汗，味儿大着呢，使不得，使不得。景深哥哥，你没事吧？我这脚味儿可大了，袜子也穿破洞了。嫂子，你现在满意了吧？这才哪儿到哪儿，你们欠我的，我要一笔一笔讨回来。叶清婉，你今天敢这样羞辱我们，之后我一定让你10倍奉还。解气了。说实话，这5年我忍过的委屈比今天多10倍，但没有哪一次像现在这么痛快。你是没看见林景深蹲下去给清洁工脱鞋的时候，脸都绿了。他那个洁癖，圈子里出了名的。你今天让他当众碰一双臭汗淋漓的脚，比打他一顿还难受。那还要感谢你刚才在宴会上的配合。不客气，毕竟你是我名义上的未婚妻，护着你是应该的。再说，我也早就对那小子不爽很久了。你这个人有实话还真说啊。怎么，现在才发现？明天我要正式去放宇的锦兰服饰事业部报道了。爷爷给了我一个项目，
叫国风新运，我得把它做起来。我听说过年年亏损，你爷爷把这个摊子交给你，看来是对你寄予厚望了。看热闹不是？我知道那帮设计师都是10几年的老资历，我一个5年没进过公司人空降过去当设计总监，明天怕是少不了一场硬仗。你连林京深那关都过了，还怕几个设计师？那不一样，林景深我是彻底死心了，打起来不心疼，但这帮人我得让他们服我，不能光靠身份压人。那你打算怎么做？那你就拭目以待吧。大家好，我是叶清婉。从今天起，由我暂任锦兰服饰事业部设计总监，全面负责国风新运系列开发。什么设计总监？不就是那位在婚礼上被男友甩了的大小姐吗？我当是什么3头6臂的人物呢？没办法，谁让人家投了个好胎呢？不过叶大小姐，你找男人的眼光都这么差，设计眼光又能好到哪里去？别到时候把这点家底也给折腾没了。叶总监，大家说话直，您别介意。不过您得有5年没进过公司了吧？设计这行日新月异，您在外面围着男人转了5年，现在回来一拍脑袋就想管我们。说句不好听的，我们这儿随便一个助理，手绘功底恐怕都比您扎实。说完了，你们谁觉得我不行，可以站出来说。但我问你们一句，你们这些觉得行的人，做了3个月，交上来的稿子什么样？配色雷同，纹样堆题，面料标注空白，你们管这个叫国风新运？这跟99包邮的衣服有什么区别？那叶总监您这么厉害，您倒是拿出个像样的方案来，我们自然服你。这是我奶奶18岁时亲手织的旗袍，这上面的纹样不是机器印的，是一针一线织进去的。这织法我从来没见过。市面上所谓的国风，翻来覆去就是那几样，绣个牡丹叫国风，印条龙也叫国风，但真正的手艺却不只能用花纹体现。优质的布料本身就是一种国风，而我想做的就是把非遗面料和现代服装设计结合起来。叶总监，您的意思是我们不做印花，直接拿非遗布料做设计？但如果是真的，这可能是国内独一份的定位。如果能拿到这种面料，版型上完全可以走极简路线。我之前去叶州看过一次测丝展，那种光泽感和肌理，机器绝对复刻不出来。叶总监，话是说得漂亮，可这计划能不能实施还两说呢。而且，就算您真能拿到那些料子，也可能早就来不及了。财务那边早就说了，1分钱都不会再拨。您这个非遗高端线，光面料成本就比普通布料贵10倍，拿什么搞？你们放心，钱的问题我来解决。3天之内，我会搞定国风新运系列的启动资金。你们要做的事情只有一件，拿出配得上这些面料的设计稿，做得到吗？叶总监，我做得到。好，那从现在开始，所有人重新梳理设计方向，3天后我要看到初考。散会。大小姐，资金的事儿您真有把握？公司财务那边确实卡得很死。我说了，我来解决。我们见一面吧，1个小时后我在星梦咖啡厅等你。好。你看，钱这不就来了？找我什么事？先看这个。云锦天衣双经双维侧丝织金，你打算把非遗布料做成高端服装线？对，锦兰服饰的国风新运系列，我要用这2门手艺做底子。2个月后的发布会，我要让所有人看到真正的国风长什么样。计划书写得不错，但你不像是单纯来找我炫耀的。聪明，我需要你帮我一个忙。我需要你以林氏集团未来掌舵人的身份和环宇正式签订双向合作注资协议，由林氏牵头为项目专项注资，让环宇内部彻底正视这个项目，堵苏所有质疑的声音。叶小姐，你未免也太看得起我了。我一个不受父亲待见、被你前未婚夫压着的人，凭什么能代表林氏给这个项目注资？再者说，万一这项目黄了，我拿什么去跟董事会的人交代？所以你觉得我会拿自己复出后的第1个项目去赌？这项目只要你爷爷点个头，钱自然不是问题。你何必绕这么大一圈来找我这个在林氏连父亲都未必看重的人？看中林景深在林氏呼风唤雨的时候，你这位正直少爷真是因为不想争，还是你早就在布局了？林彦洲，这5年来林氏集团的消息我也并不是一无所知。你就这么有信心能带着我赚钱？不是带着你，是合作共赢。云锦和克斯国内独一份的稀缺资源，我们做成高端线，定价是普通国风服饰的5到10倍，利润空间足够大。林氏注资占项目30%股，我只问你，这样的回报率值不值得你动一动关系？作为回报，你帮我这个忙，我可以告诉你一件关于林彦深在集团的事例。说清楚。他承诺柳家，等自己拿到集团控制权，把3个核心项目交给他们做。这件事儿，你爸不知道，董事会也不知道。哪几个老股东？你们集团的财务副总监赵明辉，
还有呢？行，这计划我接了。明天林氏的人就会去黄宇。谢了。还有件事，这是什么？打开看看。你现在是锦兰的设计总监了，总不好一直顶着光头去开会见客户。你什么时候准备的？被你强行拉着成为未婚夫之后。谢谢。放心，这头发是真金白银买的，不是从别人头上取下来的。你嘴真欠。行了，正事谈完了，我先走。你的计划书我带回去细看，有进展联系你。景深哥哥怎么了？一回来就这么生气？我那个好大哥今天在董事会上提了一个方案，要以林氏集团的名义跟焕宇的锦兰服饰搞什么非遗国风项目合作，明天就要正式去签约了。林彦洲，他什么时候在集团有话语权了？我也没想到，他在林氏一直不声不响，我以为他就是个没用的废物。结果今天我才知道，他居然能动用集团层面的资源去谈合作。财务副总监赵明辉替他做了方案背书，工程部的王建国也表了态支持。赵明辉不是一直都是中立派吗？怎么会替他说话？所以我才说没想到这个林彦洲在我眼皮子底下藏了这么深。他要真跟浩云签下这个合作，在父亲和主辉面前就算立了功，到时候集团里那些观望的老东西说不定会倒向他那边。那怎么办？不能让他们签成。林彦洲要是起来了，你在林氏的地位就不稳了。当然不能让他们签成，我好不容易熬到今天这个位置，绝不可能让那个废物抢走。可项目合作的事是董事会层面推进的，你直接反对恐怕不好看吧？父亲那边你怎么交代？没办法，只能先去找叶青婉看看了。如果能说服他把这个项目交给我做，大哥就在林氏翻不了天。告诉叶青野，林景深找他。抱歉，你要想见叶总监的话，必须先预约。我是他男朋友。林先生，据我所知，叶总监的未婚夫好像是林彦洲先生。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那不是林氏集团林景深吗？听说他为了柳依依，直接在大婚当天把叶总监剃了光头。林先生，叶总监很忙，如果你有公事，请走正规渠道预约。帮我预约叶青婉的行程。叶总监，林景深来了，在门口非要见您。哦，让他进来。叶青婉，你给我解释清楚。我倒是不知道我有什么需要和林总经理您解释的。你为什么要和林彦洲合作对付我？我和林彦洲只是正常的合作往来而已。林总经理未免太多虑了。正常？叶青婉，你一直瞒着我你的真实身份，看我这些年像小丑一样被你耍得团团转，你是不是特别得意？林景深，交往5年，你有坐下来和我聊过只言片语吗？现在倒是怪我没和你说过自己的身份了。婉婉，我们毕竟有过那么深的感情，你真的要把事情做这么绝吗？你当时为了柳依依剪我头发的时候，怎么没想过感情？叶青婉，你是在报复我？是又如何？你会后悔的。最后悔的事情我已经做过。好一个叶青婉，我还以为他有多深情，结果翻脸比翻书还快。这才分手几天啊，就连5年感情都不顾了，联合林彦洲来挤兑我。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绝不能让叶青婉这个项目成功。万一这个国风新运真的赚钱了，黄云内部那些原本对叶青婉有质疑的人全都会闭嘴，到时候他就能名正言顺坐稳副总裁的位置。不仅如此，大哥在林氏的地位也会水涨船高。我这个总经理在他们眼里还算什么？那该怎么办啊？叶青婉现在根本就不愿意见你。哼，见不到他，我还不能从别的地方入手吗？你知道叶青婉那个所谓的国风新运项目核心卖点是什么？是什么？非遗面料，王家村。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从这里着手的话，他们的项目就开不起来了。叶总，不好了，您让我订的那批云锦天一非遗面料，王家村那边说不卖了。不卖了？为什么？他们说你们叶总在婚礼上闹成那样，连自己未婚夫都能当众甩了，谁知道人品怎么样？这批料子是我们全村人一针一线织出来的，不能随便交给一个不靠谱的人。婚礼又是林景深搞的鬼，
这出颠倒黑白玩的还真是好啊！我们原本定好的3位非遗传承人，有2位今天早上突然说不来了，说是有人告诉他们，您要把他们的手艺商业化、流水线化，糟蹋祖宗留下来的东西。说这话的人是谁？还没查实，但有人在王家村附近见过林景深的车。林彦洲先生那边发来消息，准备以高于咱们20%的价格收购王家村的料子。好一个林景深！叶总监，现在怎么办？发布会马就要开始了，如果明天拿不到面料，后面的时间就来不及了。备车去王家村，我要亲自去看看。哟，这不就是那个大老板吗？怎么，林老板还想着来收料子？我们村长早就说了，王家村的布不卖给品行不正的人。收购的事情再说，我想先见见你们村长。见了村长也是白搭，现在全村人谁不知道，你就是想把我们的手艺拿走，做成流水线货，卖大价钱。流水线，各位叔伯婶子，如果我只想赚钱，市面上有的是便宜机织面料，何必大费周章跑到山里来，求着收你们这费时费力的手工织锦？我奶奶王秀兰也是咱们王家村的人，她嫁人时带走的唯一嫁妆，就是一身双经双围的织锦手艺。我小时候穿的肚兜，过年穿的新衣裳，都是奶奶用老织机一点点织出来的。我今天站在这里，不是为了把你们的手艺变成流水台上冰冷的产品，我想做的是让更多人看到它的美，让你们的手艺能真正的传下去，能让你们靠着它过上比现在更好的日子。说的比唱的好听，你们这些当老板的，哪个不是嘴里喊着传承，心里算着利润？各位乡亲，空口无凭。如果你们不相信我的话，这里是合同，咱们可以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我只有一句话，只要货好，钱立马就到，不压价，不拖款。你奶奶叫王秀兰，可是秀兰姑姑？是的，她当年可是村里的一把好手。奶奶前几天还和我念叨，她很后悔一直没机会回王家村。要是秀兰姐的孙女，说不定还真有几分可信度。那咋办？咱们和她签约？秀兰家丫头，你的钱我们不能收，你请回吧。王村长，我能问一句为什么吗？有人说了，你这个人不讲情义，连结婚当天都能反悔，还能对谁讲诚信？我们村里人一辈子就靠这点手艺活着，经不起折腾。您觉得我是那样的人吗？我不认识你，我不知道，可我老头子明白，人不能看长相。那我能不能给您看一样东西？这不是欺负人吗？他们在台上给这丫头泼油漆的时候，台下那群人还鼓掌。这闺女那天是新娘啊，这帮天杀的，一个女人一辈子就这么一回，他们怎么能这么作践人？我说那天来村里传话的人怎么说的那么难听？什么新娘在婚礼上嫌贫爱富，当场悔婚，原话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看来是有人故意往这闺女身上泼脏水。那场婚礼，我被人剃光了头发，被人当众羞辱，但我还是退了婚。为什么？因为我知道，一个连尊重都不给我的人，更不会尊重我的事业，我的合作方。王村长，我退婚是因为我不愿意将就，我今天来是因为我愿意坚持。丫头，你受苦了，可是我还是不能答应你。村长，如果我真的是他们造谣的那种人，我不会对云锦天一这个项目这么上心。我没有拿它当噱头，每一张设计稿，每一块面料，每一种纹样，我都亲自跟过。你们织的每一寸布，我都看过图片，记在心里。你真看进去了？我不仅看进去了，我还想请你们继续织出更好的。我今天来不只是为了这批料子，我是知道王家村是云锦双经双围技法的最后传人。如果连你们都不愿意再做下去，这门手艺可能就真的断了。丫头，我相信你，可是我还是不能答应和你合作。我明白了，王村长，打扰了。村长，您这是干啥？人家秀兰姑的孙女都把话说到那份上了，视频也给您看了，合同也拿出来了，您怎么还是不答应？咱们王家村什么时候这么不讲人情了？是啊，村长，
人家姑娘大老远跑一趟不容易，还被人那么欺负过，咱们不帮忙也就算了，连料子都不卖，这事儿传出去，咱们村的脸往哪儿搁？你们以为我不想答应？我比谁都清楚秀良姑的品行，可是3天前，那个姓林的就已经派人来过村里了。他不仅说要高出20%的价格收咱们的料子，还当场掏了一份合同。当时咱们所有人都签了合同，你们忘了？那也不能把秀兰姑的孙女往外赶啊！那合同上白纸黑字写着，如果咱们违约，要赔3倍的违约金，3倍呀！咱们全村人把家底掏空了，都不一定赔得起。这该死的林锦深心眼真黑，他肯定早就算到了这一步。那叶青婉咋办？村长，这快去，别让那闺女就这么走了。咱们王家村欠她的，不能让人家空着手回去。叶总监，现在怎么办？王家村这条路走不通了，发布会只剩半个月，要是拿不到面料，我知道，我再想想别的办法。还能有什么办法？国内做双精双维严谨的就王家村这一家了，其他地方根本找不到同样的工艺。叶老板，叶老板，等一下。你是？叶老板，我们村长让我来的。他说，虽然王家村没法跟您合作，但隔壁有个吴家村，跟他们学的也是同一门手艺，只是织法不太一样。吴家村，翻过前面那座山就到了，开车也就40分钟。侧丝织金，古法，路子不同，也是1等1的好。村长说，您要是真想做国风，可以去那边看看。替我谢谢王村长。叶老板，您别怪我们村长，他也有他的难处。我谢你们还来不及呢，怎么会怪？那就好，那我先回去了。村长说让您别告诉吴村长是他说的，毕竟他们俩年轻的时候都不太对付。吴家村，侧丝织金。叶总监，咱们还去吗？去，当然去。只要手艺没断，路就还有。你就是那个叶青婉？是的，吴村长，我听说吴家村还保留着侧丝织金的古法，我想看看。看可以，但我不卖。王家村闹成那样，我可不想惹麻烦。我今天不买料子，我想请您在3天后的非遗之夜直播里，带着您的织机上一趟直播。直播？对，我要让全国的人看看真正的非遗手艺是怎么织出来的，让那些说非遗做不了直播，只能在博物馆里供着的人看看，这门手艺还活着，还有人一代一代在传。到时候您再决定要不要和我合作。你不是在帮你那个服装品牌做宣传？当然也是，但您想想，如果全国人都知道吴家村有这门手艺，以后还需要我一家来收料子吗？到时候来找你们的人不止我一个。你胆子不小，王家村那边还在骂你，你倒好，转头来我这里拉人。有心人挑拨罢了。吴村长，3天后我包设备包场地，您只需要带着织机来织您的布，说您的话。如果有人看了直播想买料子，钱直接进您村里的账户，我不抽1分。你图什么？图一个值得。我做的每一件衣服底下都该有一块好料子，而这块料子不只是布，是你们几代人的活法，我不希望它断了。行，3天后，我带上最老的织厂去给你坐镇。大小姐，你为什么突然提出直播？当然是林景深给我的思路。他既然用舆论对付我，当然也能用舆论为我造势。而且吴村长明显对我不太信任，我希望能借助这次直播让他看到网络里的力量，心甘情愿和我们合作。大小姐，你是这个？叶总监，信号正常，直播平台流量已经推上去了，在线人数3000、5000、8000，还在涨。吴村长，不用紧张，您就像平时织布一样就行，我在旁边给您解说，您只管做您的事儿。我活了60多年，头一回对着一堆机器干活。您这手艺值得被所有人看见。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非遗之夜直播间。
今天我们要带大家看的是已经传承了300多年的吴家村侧丝织金古法织锦技艺。坐在我身边的这位是吴家村现任村长吴德厚师傅，也是这门手艺目前唯一的完整传承人。大家注意看吴师傅的手，刻丝织金最大的不同，通经断纬，纵向的经线是完整的，但横向的纬线是根据图案分段织入的，所以你们看到的花纹不是印上去的，是一寸一寸织进去的。一匹这样的料子，一个熟练的织工一天只能织出5厘米，一件衣服的面料往往要织上2、3个月。这不是流水台上的产品，这是时间本身。各位朋友，我织了一辈子布，从来没想过有一天会有这么多人看我织。你们都说好看，那我就放心了。这门手艺还有人看就断不了。谢谢吴师傅，也谢谢所有观看的朋友。今天直播间收到的所有打赏会全部作为吴家村织锦技艺传承基金，后续我们会开放预订链接，所有收入直接进入吴家村集体账户。大家记住这个地方，吴家村，记住这门手艺，刻丝织金。我们下次再见。刚才那些人真的都在看我织布？10万人在看。我娘走之前跟我说，这手艺要是没人看就不值钱了。今天这么多人看，我娘要是还在就好了。叶总监，订单后台爆了，光是预订链接挂上去15分钟，就收到了100多份意向订单，总金额预估超过40万，还有好多人在私信问能不能定制。吴村长，您看，我说过，只要手艺还在，路就不会断。叶丫头，我想好了，我愿意跟你合作。吴村长，您说的是真的？从今天起，吴家村所有的侧熟料子都优先供给你。你要做国风新韵，要用多少料子，我让全村人一起给你织。太好了，吴村长，太感谢您了。就是不知道您这边存货够不够？我那边设计稿早就打好了，就等着料子到手立马开工。如果存货不够，我怕赶不上发布会的时间。哈哈哈，叶丫头，你这就不懂了。我们吴家村织锦传了300多年，家家户户都有织机。这些年虽然外面没什么人来收，但村里人没停过手，织出来的料子都一匹一匹攒在家里，舍不得扔。老三，把村里各家各户的存货都给我统计一下。村长，咱们村光是我家库房里就堆了20多匹刻搜料子，隔壁老赵家更多，少说也有30匹。听见了吧？家家户户都存着料子呢，多的不敢说，称你一个系列的用量绝对没问题。真的？太好了，那我今晚就安排人过来拉货。今晚？这么着急？吴村长，您不知道，我们设计部那边早就把版型定好了，从设计稿到样衣裁剪，所有环节都卡在面料上，就等着布料一到，立马开裁缝制。发布会的时间一天天逼近，我这心里急啊。那行，我现在就让各家各户把存货都搬出来，你尽管派人来拉。吴村长，真的太感谢您了。谢什么？是你让吴家村的手艺被10万人看见了，这份恩情，我吴德厚记一辈子。叶总监，拉货车那边出问题了。怎么了？什么问题？原本订好的2辆车，一辆说临时坏了，另一辆司机刚给我回电话说不敢接这单。不敢接？为什么？他说有人放话，谁敢给咱们拉货，以后就在这片接不到活。又是林景深，他到底有完没完？怎么了，丫头？是不是我们的布有啥问题？不是，是运输的事情。村长，你们先继续登记布料，我去想办法联系车。哎，好。叶总监，要不我现在去联系别的车？不行，这些料子珍贵的很，一般的货车拉不了，容易损坏布料。那怎么办？这地方这么偏僻，离市中心这么远，咱们这一时半会儿上哪儿找新车啊？就算明天联系到了，也来不及打版，赶不上后天的发布会了。大小姐，你这是要找谁？一个我本来不想找的人。那我要不要回避？不用。哪位？是我，叶清婉，我找你帮个忙。大小姐，你求人一直都这么直接吗？
你就说帮不帮？别忘了这件事是林景深惹出来的。作为合作伙伴，你没及时阻止他的行为破坏我们的计划，也要承担责任。说吧，什么事情？我现在在吴家村，需要2辆货车，最好40分钟能到，车况要稳，司机嘴严，别被人半路劫走。地址发我，20分钟后给你回话。你欠我的人情又多一笔。谢了。就一句谢。你还想听什么？等这事儿完了，你欠我一顿饭。你还挺闲。哼，比不及大小姐你。这件事我的确有错，没能及时察觉林景深的动向，我向你道歉。说再多也没用，等你把车弄过来再说吧。怎么样？搞定了，2辆车，1辆25分钟后到，另1辆晚一点。太好了！不过大小姐，你刚刚为什么不给董事长打电话？现在都中午了，爷爷肯定都午睡了，与其辛苦他，不如找个心甘情愿当苦力的。那我现在就让吴村长他们准备装车。李助理，这条路真没问题。林总交代了，按导航走，谁拦都别停。呸！还真让总经理说对了，他们还真的走这条路。兄弟们，准备好了，都给我上！停车！停车！停车！这人有病吧？别理他们，继续开，责任算他的。我天，这都不停，这车来真的！叶大小姐，你是林彦洲身边的助理？我叫李准，林总让我跟车过来，路上有人拦，不过没拦住。肯定又是林景深搞的鬼。我都拍下来了，如果需要，我们可以配合报警。先留着，还不到一起算账的时候。大家按照我们刚刚排好的顺序装车，轻拿轻放，千万别刮花料子。叶总监，前排坐满了，媒体来了30多家，还有好几个时尚界的大 V， 林景深也来了，坐在第3排。来得好，就怕他不来。林彦瞻先生也到了，在前排坐着。好，按流程走。感谢各位今天来到国风新韵云锦天衣发布会现场。这一系列的面料全部来自吴家村的侧丝织金古法。我想告诉大家，非遗不是博物馆里落灰的展品，它可以穿在身上，走进日常。谢谢。叶清婉，你真有本事。叶清婉，你真有本事。林总经理这话说的，我怎么听不懂呢？你别装傻。这可不敢，我只是想好好做我的衣服。倒是林总经理，又是派人拦车，又是散布谣言，忙前忙后，结果呢？哦，对了，我听说你为了抢王家村的料子，提前签了高价合同。现在我的发布会已经开了，你那批料子打算怎么处理啊？叶清婉，你别太得意。得意谈不上，只是提醒林总经理一句，做生意呢，不能总想着用下三滥的手段。你拦我的车，我就走另一条路；你抢我的料子，我就找别家。你越想把路堵死，我就越有路走。你给我等着！精彩，他那张脸都绿了。活该。不过以他的性格，肯定不会就这么算了。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你看看这个，这是你的人拍的。那几个拦车的混混，我让人查过了，是林景深手下一个司机找来的。你想用这个扳倒林景深，恐怕有点困难。所以啊，接下来就看你的了。我？没错，我要你切断他的资金链。景深，怎么了？没想到叶清婉这么有手段，步步为营，却还是没算得过他。你别生气，咱们再想别的办法。对了，王家村那批料子，王家村那边，刚才村长老王头又来电话催了，说按合同，咱们得在3天内结清剩下的70%尾款。尾款？我花了那么多钱签了合同，结果叶清婉根本没用我抢来的料子，转头就找了吴家村。我现在拿这批料子有什么用？做衣服卖给谁？谁看？
可是合同已经签了，如果逾期不付尾款，违约金……合同？哼，我就怕他们不拿合同。吴家村那边订单都接疯了，哎，咱们当时要是没上那个林深深的当，现在也能赚钱。事已至此，埋怨也没用。眼下最要紧的是先把咱们手里这批货卖出去。叶丫头那边虽然暂时合作不了，但她说了，只要手艺在，以后合作的机会多的是。村长，话是这么说，可那签合同这么多天了，尾款半毛钱都没见着，他该不会是想赖账吧？那可是全村凑出来的货，要是他真反悔了，咱们拿什么赔违约金？当初签合同的时候只图着高价，谁也没细看那一条。后悔？他签了字的合同，想反悔也没那么容易。走，跟我去林氏集团找他。林景山，你给我出来！签了合同不结尾款，你想耍赖是不是？还钱！还钱！我们全村人一针一线织出来的料子，你就这么坑我们？当初说的好听，什么高出市场价20%全包，现在人呢？缩头乌龟当上瘾了。出来！王村长，这是干什么？有什么事咱们进去说，别在门口闹。哼，进去说。我打了你多少天电话，你接过吗？派人去你公司找了你多少次，你见过吗？姓林的，我今天就问你一句，尾款你到底给不给？景山，这么多人看着，要不先把钱给了吧，不然明天头条全是咱们。给？我现在拿什么给？天启湾项目的资金被林彦洲那边截住了，几个老股东也在撤资，我手上能动用的现金连1/3都凑不齐。王村长，这批货我不要了。你说什么？合同签了，货你也验了，你说不要就不要？你这样违约可是要赔钱的。王村长，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合同上白纸黑字写的是，如果王村长您不能按时供货，要付违约金，但却没有说我违约要赔钱啊。你这是耍无赖！你当初逼着我们签合同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说的。我们全村人织了3个月的料子，你说不要就不要了。姓林的，你就不怕天打雷劈吗？做生意讲究的是合同，合同怎么写的就怎么办。王村长，我劝你带着你的人赶紧走，不然我叫保安了。王村长，叶丫头，你怎么来了？您别急，这件事我来帮您处理。叶清婉，你来干什么？林总经理，你这话说的真有意思。王家村的人是被你骗签的合同，现在你来一句不要了，就想把这事儿翻篇？这是我们之间的生意，跟你有什么关系？哦，是吗？那不如来看看这个。各位记者朋友，既然大家都在，不如做个见证。林氏集团总经理林景深以市场价高出20%的价格，诱骗王家村全体村民签下垄断收购合同，意图截断欢愉公司国风新运项目面料来源。如今项目失败，他单方面毁约，拒绝支付尾款。这不是商业纠纷，这是恶意欺诈。叶清婉，你血口喷人！我血口喷人？那好。我问你，你敢不敢当着所有人的面把合同拿出来，一条一条念给大伙儿听？林景深，你要是聪明，现在就把尾款结了，当着媒体的面给大家道个歉，这事儿还能收场。林彦洲，你也来落井下石？不是落井下石，是给你留条退路。你手上那几个项目的资金链已经绷不住了。今天这事儿要是闹上热搜，你觉得老股东们还会站在你那边吗？林景深，还钱或者上热搜，你选一个。我赔钱。王村长，这是我们黄宇集团预先垫付的尾款，您先收着，回头走完法律程序，
林景深该赔的钱会一分不少打进王家村的账户。叶丫头，这怎么好意思？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以后我还要从你这里收布呢。你还要跟我们合作？我说过，手艺在，合作的机会就在。王家村的双金双维云锦是我国风新韵系列里不可或缺的一块拼图。叶丫头，我对不住你。当初你大老远跑到村里来，那么诚恳地跟我们谈合作，我却被那姓林的骗了。王村长，您别这么说，您是被骗的，我不怪您。换作是我，全村人的生计压在肩上，我也会犹豫。如果您现在还愿意，王家村和荒宇的合作协议今天就可以签，和吴家村一样的条件，每年固定收购，价格3年一上浮，您看行吗？行，当然行。叶丫头，你是我们王家村的大恩人。大小姐，大消息，林景深被林氏集团除名了。当真？刚才林氏集团官网上挂出来的公告说，林景深因严重违反职业操守和公声正程，即日起解除其总经理职务，并移交相关部门调查处理。下面还有董事长的亲笔签字。看到了，看到了，效率还不错吧？还行。你发的视频我已经交给相关部门了，那几个拦车的混混也录了口供，都指认是林景深手下的人安排的，刑事追责应该跑不掉。那你父亲那边什么反应？老头子说，这些年是他看走了眼，现在他让我全权接管集团日常运营。恭喜你，等了这么久，终于拿到你该拿的东西了。这不还得谢谢你，要不是你当初主动来找我合作，这份功劳可能还要再等几年。那你打算怎么谢我？上次你答应我的那顿饭，什么时候能兑现？你还记着呢？当然，叶大小姐的饭，我可不敢。那就今晚吧，地方我来定。好。那天在婚礼上，我以为是我人生最黑暗的一天，后来我才发现，那只是天亮前的最后一场雨。